你们商量下面讲。他就讲，哎呀，你们要花3000块钱挣了，你们可以用一辈子用到老。3000块钱，这个房子才5000块钱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。之前我们接这个水管的时候，这边是有一个蓄水池的，已经建了将近20年左右的时间了。这是以前种花椒的老板所建的蓄水池，从这个山里面把这个泉水接回来，然后蓄在这边，再从这边用水泵抽上去。现在我们依然是沿用这个蓄水池，但是呢，来了2个女的，她们说这个蓄水池占用了他们家的地方，然后要我们给一些适当的，就是说补助，相当于给钱，具体多少钱没有说。那我当时也给这个房子的这个建房的人打了电话，他说当年确确实实在这边修建蓄水池的时候，本来想给钱的，但是这户人家呢不要钱，现在看着我们是外地人，他们就要过来要钱了。整个蓄水池之前给大家说过，大概的费用人工是2000，然后从这边牵管子3卷，这背后1卷4卷管子1000多，就是3000多，加上4000块钱的电线，就是7000多，还有2200块钱的水泵，9000多块钱。当时我算的还算错了，只说8000多块钱，实际上这个水呢花了9000多块钱。如今别人来找到麻烦要我们给钱，现在还不知道给多少，所以这个接水最少要罚1万以上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蓄水池大概占用了多少地方。接这个水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山里面很长时间没人走了，到处都是杂草灌木，然后用了几天的时间，几个人，然后从这边一直开路，把这些杂草啊全部清理干净，从山洞里面把管子给牵引回来。这边进入水池的水管我们用的是20的，从山洞里面流出来，然后往家里面抽水用的是25的管子。整个蓄水池大概就是这么大，四四方方的，接近是2米乘2米，4个平方左右吧。大概深度呢也是1米6、7左右。这根管子是一直走上去的，上面呢就是我们房子的地方。现在啊，如果他们把这个价钱要的很高的话，那我可能考虑不用这个蓄水池了，直接在那底下再建一个新的蓄水池。如果这个价格比较合理，能够接受的话，那倒可以给他们。所以说等他们过来谈这个价格吧。你看这个写了一个好人一生平安行善，感觉这些话说得好，但是现实当中好人又有多少呢？这你们商量下面讲。他就讲，哎呀，你们要花3000块钱挣了，你们可以用一辈子用到老。3000块钱，这个房子才5000块钱。他讲，你们用了一直用，可以用。我现在也只用了，但是这个房子我们这花了5000块钱，那个水质你看只强这个8%大，你3000块钱有点多了火了。那个我不敢做作业，和老板商量了，他讲如果太贵的话，他就考虑中间再吃一个。3000块钱他都可以打一口井了。确实太那太多了。你那个整个只有4个平方，还没得5个平方，比较大的一个蓄水池4、5个平方，你3000块钱这个里面太多了。还有蓄水哦。那个这个水1800块钱嘛，我就和他去讲了，比较深。如果多的话，我说明这个水池应该是你要是吧，没有漏水的。这一栋房子我都给你要这5000块钱了。
然后接通了房子在水之后，我们5000，把你一个10岁子在4个平方，你3000块钱刚不过去嘛，你说是吧？啊，确实他。那要不然你就2000，这就算了。哦，最少得要2000块钱。他如果不肯的话，那我就喊他个人这个地方在这里吃算了。他要不然他就在地脚那老本屋的，在老本屋去打过算了，等他个人在地脚打过算了。我晓得不得人家说的，但是确实2000也多，你要只像这个2%这么大，还没得这个2%大，比这2%还小点。一直用是一直用了，但是也人家老板也过得去了，你说是吧？几个平方你像这么算，你按照地来卖的不得挂好多钱是了是。可以，那等他转来我和他商量着看啊。好了。谁打过啊？好，要得，等他转来我和他商量着看咯。好。好，我转来我和他商量着看嘛。好了，好，要得了。来路上去打。本人的狗行摆个老本不最稳当。刚才我们也在商量，这2个大姐已经走了，然后他们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占用了他们蓄水池的位置，也就是以前这栋房子建房子的时候，这个主人家在他们家的地修了一个蓄水池，比这个还小一些，将近只有2/3左右大，4个平方左右。然后他们现在开口要3000块钱，然后我说1000块钱，我和老板商量一下，他们是不肯，最低都要2000块钱。我说我们这栋房子这么大，才花了5000块钱买的，然后一个蓄水池就要3000、2000，这个我真的要和老板商量，我不能答复他们。等到这个湖北的大哥过来之后，我们再当面协商一下。然后还有个方案，就是这个蓄水池不要了，我们继续在底下找户人家找块地，重新建一个蓄水池，看这个费用究竟需要多少。我从底下走了一圈上来，将近有180米左右，然后我们是开了一条路下去。这2个大姐是刚刚走了，相当于这一块地都是他们家的。我们的这是电线的线管，这是水管，都是从他们家的这块土地上经过的。现在还有个问题，刚才他们说的是，如果我们不花2000块钱的话，这个蓄水池就不给我们用了，然后让我们自己再去找地方建一个蓄水池。我突然想到，就到之前给我们接水的那个大哥他们家里去建一个蓄水池，然后呢，这个管子我看了一下，确实好像没地方走啊，有可能这个管子也要从他们这个土地上经过，到时候他们用这个经过的这个位置来为难我们，也是另外一种说法，到时候可能也会要钱，所以现在非常的纠结，要等大哥过来之后和大哥再商量，到底他愿不愿意出这个2000块钱。装是装了，但是你另外修你也要钱了，你钻你也要100多个钻了，100多个钻就100多个钻要好多钱，100多个钻要几百块钱，工钱我怕得要1000到1000块钱，要买管子要重新挤，反正要1000多，那个修了重新修个子要1800块钱，1000多。1000多，你和老本修个地方，你同样和老本要改地，要改钱，要补钱。他反正现在就鼓死你了，你要用这个日子，他现在已经就是说，算准我们必须要用这个池子，
他刚才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们用不用无所谓，反正我的地就是我的地，你给2000你就用，你给不了2000你就重新找地方自己去弄。但是还有个问题，就算我们找地方去重新建一个蓄水池，我们的这个电线还有这个水管是从他们家的土地过，等到我们建好水池之后，他不让我们过这个水管，又是个麻烦事了。所以现在大哥还没过来，只有等他过来之后，我们再协商去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对于这方面有什么经验的，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